马斯克已经公开表示，特斯拉 SpaceX 注册总部可能从特拉华州迁册至德克萨斯州。我死后，特拉华州将铭刻在我心中。我很荣幸成为你们的下一任总统。我将永远是特拉华州骄傲之子。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们，相信对 Elon Musk 都不陌生。既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世界首富，又是美国政府效率部部长。然而，美国特拉华州 Court of Chancery 的法官凯瑟琳·麦考密克却在2024年1月和12月先后2次裁定马斯克的558亿美元的发薪计划无效。该决议一出，立即引发企业从特拉华州的逃离潮。马斯克已经公开表示，特斯拉 SpaceX 注册总部可能从特拉华州迁册至德克萨斯州。就连 Dropbox、Meta 等科技巨头也跟风考虑将注册地迁出特拉华，前往德克萨斯。在如今的大势下，是不是逃离特拉华，拥抱德克萨斯将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我们也收到观众朋友们这样的真实问题：美国长期居留签证和移民身份获批困难，我计划先离岸经营，后续时机成熟再赴当地招募本地团队实体经营。难不成先注册特拉华怀俄明，再注册德克萨斯公司，非要注册这么多公司吗？这确实是个好问题。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选择合适的美国公司注册地呢？今天的视频我们就以美国公司注册的大哥大特拉华州对比风头正盛的德克萨斯州。我们作为企业家，美国公司到底应该在哪注册和经营？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特拉华州这边拥有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公司法作为系统后盾支持。德克萨斯州这边拥有物流、税务、企业运营成本等各方面全美乃至北美之首的经济优势。一虚一实之间，我们作为企业主，其实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比较。一、法律制度环境。特拉华州可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美国建国的13州之一。这里有个名人，我相信大家也认识，那就是刚刚卸任的美国前总统拜登。2021年，拜登宣誓就职时，他就眼含热泪地告诉选民：我死后，特拉华州将铭刻在我心中。我很荣幸成为你们的下一任总统。我将永远是特拉华州骄傲之子。这家国情节够煽情吧？而德克萨斯绰号孤星之州，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绝对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1836年3月2日，德州经过艰苦的斗争，从墨西哥独立，成立德克萨斯共和国。9年后的1845年，加入美利坚联邦。先建国再建州，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独立国家加入美国的州，这让德克萨斯在法律、行政乃至当地人民的个性上都处处彰显着特立独行和与众不同。特拉华州是美国的总统之乡，同时也是美国公司乃至全世界公司法治制度的起源地。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它可是奠定了美国公司制度的基础，影响力波及全球。虽然历史悠久，可人家没有躺平，而是一直在不断修订，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状态。就像是时尚界的各个经典款，永远不过时，对不对？此外，特拉华州的法院体系，尤其是公司法庭 （Court of Chancery）， 中文通常翻译为大法官法庭制或者衡平法院制。这个制度的特点是案件由法官裁决，而非陪审团，保证专业性和法律的一致性，并且该州法院精专于处理涉及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信托、合同执行等案件，而非普通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此外，该州形成了大量的先例，为未来的类似案件提供指导，使法律更具有可预测性。做过生意的老板们都知道，政策的确定性可能比成本控制还要重要。对比之下，德克萨斯州2024年刚刚推出 Business Court， 也就是商业法庭制，
也算是模仿特拉华州 Court of Chancery 大法官法庭制度，但目前更多的还是采用陪审团制度，专业性可能受到非专业人士的影响，而且德州判例法较少，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商业法院的经验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判例体系，法官任期仅2年，可能受到政治选举波动的影响。因此，如果大家把法律制度保障作为设立公司的核心考虑因素的话，特拉华州往往是更优的选择。法律制度 PK， 特拉华获胜。看到这里的老铁们，如果你觉得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还希望你最多可以花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好视频和精彩内容的根本动力。2、企业经营和维护成本。2024年结束，德州的 GDP 已经达到了2.7万亿美元，特拉华是1.1万亿美元，仅仅是德州的1/3。自2001年以来，德克萨斯州的出口收入一直领先于全美。2023年的出口收入超过4400亿美元，市场非常的庞大。这里产业生态齐全，用人成本低，商业地产税低，还有各种收入豁免、自贸区减免等优势。美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艾克森美孚总部就设在德州的欧文市。此外 ，AT&T、美国航空、戴尔都在德州设有总部。一些企业从加州搬到了德州，比如说嘉信理财、甲骨文公司、惠普、波音、特斯拉等等。2019年，谷歌也宣布在德州北部建立第2大数据中心，苹果也计划在德州奥斯汀园区的基础上建立全球第2园区。为啥这些企业都选德州呢？首先，德州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优越了，位于美国正中央偏南的位置，接壤墨西哥，这让德克萨斯州无论是海陆空都占尽全美最佳的物流区位。其次是资源优势，德克萨斯州是美国本土面积最大州，油气资源也是最丰富的州，人力资源也是仅次于加州的第2大州。因此，大家在德州建立工厂、物流仓库、转运中心，甚至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德州绝对都是全美最佳之选。上述种种优势，让大家在长期的企业经营中可以节省大量成本。相比之下，特拉华州面积小，仅5328平方公里，人口少，仅100万人口，市场小，各项资源相对缺乏。因此，在企业实体运营和维护成本的 PK 上，德克萨斯取胜。3、跨州经营、国际发展和融资上市。同样是由于成熟和灵活的公司法、享誉全球的衡平法院以及华尔街和投资者的偏好，再加上特拉华州当地相关行业，比如法律、税务等行业的从业者丰富，这对于大型企业、上市公司或者计划上市的公司可是大大的优势。此外，特拉华州的3无：无企业所得税、无销售税以及无资本利得税，这让特拉华州对不在州内经营业务的公司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仅需缴纳年度特许经营税，也没有州内销售税，同样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股东出售股票时也无需缴纳州资本利得税，从而还可以提升投资回报。这样可预测的法律环境对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更加有利，而且更有利于未来的融资和并购活动。因此，对比德克萨斯州超过68%的财富500强公司，65%以上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和90%以上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公司都选择在特拉华州注册。跨州经营、国际发展和上市融资等方面，特拉华州获胜。4、税务环境。特拉华州每年公司年审的特许经营税是$175起步。公司在特拉华本州经营的话，州一级的企业所得税也高达8.7%，而个人层面上，特拉华州有个累进的州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2%到6.6%不等。总体而言，特拉华州省税效果并不如德克萨斯州明显，反而可能因为其复杂的手续和额外的费用得不偿失。而在德克萨斯，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完全没有州所得税，无需缴纳特许经营税，企业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税务负担方面，德克萨斯州获胜。5、隐私保护。在对企业董事和股东的隐私保护上，特拉华州无需在公开文件中列出股东、董事或高管，而德克萨斯需要公开股东身份，
因此在隐私保护上，特拉华州明显比德克萨斯州更胜一筹。特拉华州以快速增长著称，德克萨斯州以简单实用取胜。如果你想创办一家可扩展、高增长的公司，特拉华州就是黄金标准。如果你在德克萨斯州或者全美经营中小企业，在德克萨斯成立公司通常更便宜，维护也更简单。OK， 如果你觉得在美国注册公司正好是你下一步的计划，符合你的期望值，又能解决你目前的实际需求，或者需要寻找更多的出海机会，让自己的品牌找到风口，找到更大、更广阔的市场，都欢迎立刻私信我们，我们专业的团队随时待命，为你提供全面的顾问服务。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或者直接私信我们。记得关注我们频道，别错过更多关于资产配置海外公司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周见，拜拜。